欢迎您来参与这期的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好好看一份资料，是关于怎么做系统性文献回顾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弄清楚这个系统性回顾背后的思考逻辑，特别是怎么把那个研究的目标啊、范围啊，把它定下来。这对任何需要很严谨去整理资讯的人来说，真的很关键。对，整个过程的重点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系统、有纪律的方法，不是随便 Google 一下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就好。一切都要从一个很清楚、很聚焦的问题开始。想想看哦，如果我们问，关于老人打流感疫苗，我们知道些什么？这个太广了。对呀，这范围太大，根本不知道从何找起嘛。但如果把问题缩小成流感疫苗在预防老人得流感这件事上，效果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就好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比较适合做系统性回顾。确实，您看这个问题的类型哦，它本身就决定了后面要怎么做，是要比较两种治疗哪个比较有效，还是说评估一个诊断准不准，或者是找出影响疾病发展的因素，甚至有时候是想了解大家主观的感受。不同类型的问题就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跟评估的框架。对，好，那问题类型确定了，再来就是焦点要怎么抓。一个好的研究问题通常会有很明确的，所谓自变项和依变项。没错，就像书里提到的那个抗失智症药物研究啊，那个药物本身就是自变项嘛。然后我们最关心的结果就是依变项，可能就是认知功能有没有改善。对，主要结果。当然啦，副作用啊或其他次要的结果可能也很重要。但重点是，您挑进来回顾的研究，他们产出的结果必须能直接回答您关心的那个核心问题。是的，而且啊，当您的问题是聚焦在评估成效的时候，像 PICO 这样的思考工具就非常好用。它等于是强迫我们把问题拆解得更清楚。P 就是 population， 你的研究族群是谁，针对哪些特定的人，比如说特定疾病啦、年龄层。族群。I intervention 就是你研究的那个介入措施或治疗方法是什么。介入。C control 对照组跟什么比，安慰剂还是常规治疗或其他方法。对照。然后 O outcome 结果，用什么指标来量来比较效果。这个 PICO 听起来确实让评估介入效果的研究思路清楚很多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哦，它不是什么万灵丹。对，如果您的问题根本没有所谓的介入措施，或者没有对照组，那硬要把 PICO 套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道理，反而怪怪的。没错，硬套不适合的框架，反而会让问题失焦。还好啦，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我们其实有更适合的工具。比方说，如果想看的是某个风险因素暴露的影响，那可以用 PEO 这个框架。PEO。对，一样有 population 族群，但它把 intervention 换成了 exposure 暴露，然后一样有 outcome 结果。暴露。像研究抽烟，这个就是暴露，跟肺癌这个就是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比较适合用 PEO。那如果是想更深入了解人的经验或看法，就是做执行研究的时候，那 SPIDE 这个框架可能又更贴切一点。SPIDE 听起来好复杂哦。不会啦，拆开看就好。Sample 样本 ，Phenomenon of interest 您感兴趣的现象 ，Design 研究设计 ，Evaluation 评估结果 ，Research type 研究类型。比如说想了解青少年样本，用社群媒体现象和他们忧郁的感受评估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可以用这个框架去想。但不管用哪个框架了，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资格标准资格标准。对，也就是纳入跟排除研究的条件。这个一定要在研究开始前就定得清清楚楚，而且要有逻辑，要完全扣合您的研究问题。这很重要哦。非常重要。举个例子，如果研究社区媒体跟忧郁，您一开始就要讲明，
那些研究对象一开始就已经有忧郁症诊断的，或者已经是社区媒体重度使用者的研究，我们要排除掉。哦，为什么？因为不排掉的话，结果可能就不准了嘛，很容易失真。了解。哦，那这样就带到了一些我们可能要小心的坑，对不对？书里有提到，有时候研究者会设一些限制，看起来好像很方便，但其实没什么道理。像是很武断的画一个时间，例如说，我只看2000年以后发表的。这很常见。对啊，听起来好像可以少看很多篇，比较省事。但万一呀，最重要的那个研究是更早之前发表的呢？那就漏掉了。书里举的例子超经典，1994年那篇证明 Zidovudin 可以大幅降低 HIV 母婴传染的研究，如果当时有人坚持只看2000年之后的，那不就错过这个重大发现了吗？确实是个问题。还有那个地理限制也是啊，比如只看所谓西方国家的研究，西方国家这定义本身就很模糊，而且这样不是可能忽略掉其他地方的重要发现吗？对，除非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科学理由，不然这种人为限制其实都可能让您的结果产生偏差。所以排除文献真的要很小心，宁可一开始标准宽一点点，之后再根据您事先定好的那个标准严格去筛。您说的完全没错，严谨跟透明可以说是系统性文献回顾的生命线。现在其实有很多国际公认的指引跟工具，像是 Prisma 2020，它是确保您报告的够完整，还有 AMSTR2， 评估您这个回顾的方法学品质好不好，以及 ROBIS， 评估回顾本身有没有偏误风险。哇，好多工具哦。对，这些工具就是要帮忙检视整个过程，包括您刚刚说的资格标准设定是不是合理、透明，而且是事先就规划好的。另外啊，像 Prospero 这种平台，让研究者可以先把自己的研究计划书贴上去公开注册。哦，事先公开？对，这样做啊，不只增加透明度，还可以让其他专家学者看看，给点意见，而且也能避免说，好几个团队都不知道，结果投入资源做了一模一样的题目，那就浪费了。了解。所以我们这样绕了一圈回来看，要做一份好的、扎实的系统性文献回顾，那个起点就是一个定义的超级清楚、焦点很集中的问题。对。然后要配上一套完全针对这个问题、逻辑很清楚，而且是事先就定好的资格标准。没错。整个过程追求的就是严谨还有透明。正是如此。当然了，就算过程再怎么严谨，研究做完，那个研究者最后还是必须很诚实的去面对，并且报告这个研究有哪些限制。不过反过来说，当您了解了这种严谨的资讯整合方法之后啊，未来您在看各种研究报告，或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软人包的时候，您自己也会更有判断力，知道该怎么去看，去评估它的可信度有多高。这倒是真的。那么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深入想象。既然我们这么强调预先设定标准很重要，那在我们筛选任何研究之前，我们一开始问问题的方式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最终会呈现出来的那个证据的样貌，悄悄地定下了一个调性呢？这点，蛮值得玩味的。